我们继续把刚才做到的大小疏密刚才做到的大小多少聚散干湿，我们这一段继续。首先两半有大小，三半就要有对比然后多的地方可以更多，它就会形成一个多少的关系左右多和少。然后我们还注意到了一个聚和散我们把这里画得很多，然后下面散开这样它就会出现聚散多的和少的聚的和散开的。然后继续还要增加了一个干湿这里水分很多干和湿的对比。我们把干的地方再来一点，还有更干的这些地方出现一点点就是画面里面要出现的这些干湿的对比。然后湿的里面也有一点重的相对来一点点，让它湿的里面也出现一些干的和这边的呼应让它们形成一个关系。然后我们还要注意一下它们的虚实这些地方就属于虚的，那么这些地方是属于实的实的我们也可以在下面出现非常清晰的这些花瓣，这些虚实关系就会加强拉大这些很实，这些就很虚。那么这些实的时候就一定要很实，它才能够和它形成虚实有些初学的就会本来这里是实的，要和它形成虚实关系，这里又不够实，然后虚的地方又不够虚，它们就分不开了这关系就乱掉了。所以我们这个是非常清晰的一种思路，每一步都是这样去走实的很实虚的很虚。那么现在又增加了一个关系进来了同样是这一串注意到了虚实关系，实的这边就变成虚的，虚实相生。那么到这个程度我们再画一串还是刚才一样，首先我们要有大小，然后有多少左边的多，右边的少，然后还要有聚散我们这里把它散开这样这里聚，这里就散开了。然后又加上了干湿我们这里增加了很多水分，这边非常湿湿的地方就可以大胆的用水很清晰的关系，这个关系非常的明显这里就是干，这里就是湿水分一多一对比，它们的关系马上就立起来。然后也加上一个实的，非常实这些实的出现就会显得它们很虚，所以画的时候思路非常的清晰到这个程度我们继续还要往下增加
那么到这个程度，啊，刚才已经有这些大小多少干湿，现在就有虚实我们还要往下增加一个过渡比如说这里有一半它是比较重的和这些淡的，我们要在旁边出现一些过渡，现在就来找把它们串起来，把所有的知识点串起来，然后去调整它们的过渡这些花瓣就是过渡的，让它们有一个融合，这里可以加一半浓和淡的中间来一个过渡，然后我们先把这个标出来，这里是过渡浓淡之间要有一个过渡。那么下面这里已经出现了这个形状，我们现在就是要调整外形调整外形就是不能让它的左右对等比如说左边有一个开口，右边也有一个开口，那么我们要左边的还是要右边的比如说我们把这里增加一下，把这个开口补2笔，这个开口就小了，这边好像差不多，我们再补一点再补一点，然后这边它就会凹进去，这边就拱起来这是一个左右的调整不能左右对称。那么有了左右的调整以后，我们还要调整边外形左右对比左边和右边，左右，这是外形要注意不要一样，不易相同那么刚才有了过渡，又有了左右，那我们现在看边线这个边线是不是一样了是不是雷同了比如说这个边线的开口，大家看这个开口好像都差不多那我们要故意的把某一个地方差多一点，比如说这里我就让它整齐一点打比方说这里我就故意让它整齐一点这一排就是整齐的，我是故意的，这里整齐了，这些凹进去的它们才会显出来我们故意就把它画得很密，然后这里整齐，然后这个边线我们要看一下是不是有点方有点平，那我们画一点点，现在是调整外形，破一下打破一下它的外形，这样它就会出现这样一个弧形过来，这是凹进去的，然后右边是平一点的。我们在整理外形的时候，不要只看这里我们要看这一个边线它们的节奏，还要跟右边对比，右边比较平，左边我们就让它拱起来如果右边拱起来，左边我们就不加了，就让它凹进去。所以我们在整理的时候一定要看左右，这是边线外形的边线变化。边线这是外形，整一条边的变化我们要有各种不同的对比外形的边线
而且这只是一条它们的变化，外形的边线还要注意左右观察对比那么现在左边这个边线已经调整出来了，那么右边这个边线到这里下面这里没有那么我们加这几个花瓣的时候就要看这边这边很多，那么这边肯定就是很少，是吧？那我们就画几个不同形状左边的和右边是不同的，左边有很多，右边只画了5个花瓣那么这个左右就要有对比了，它们就有关系了左边这里凹进去的，这边平的就让它平就不要又让它凹，又让它有这么多的弧形，这样它就会对等那么这朵花我们就形成了形成了很多关系左右的不同，左边多比如说左边这里是多的这边我们就少外形也是，左边的外形是弧形多，右边相对就平左右的线段都要有变化左边的弧形多左边变化多，右边变化就少这个外形上左右不一样。那么到这个程度，我们再去用太白撞一下这个花，也是为了让它虚的地方更加虚，淡的也让它更加淡刚才还有一个忘了讲，还有一个浓淡这些就是比较重的，这些就是比较淡的。浓淡虚实它们是一样的浓淡虚实有浓有淡，有虚有实，它们是接着连在一起这样它就会有出现实的很实，虚的很虚。再加一点点藤黄，所以这个关系，一朵花里面有这么多关系我们把它弄明白，然后把它串在一起把所有的关系都用进来，这一串紫藤它就成立了。而且我们要举一反三把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关系可以画各种各样的形状，但是这些关系都得有你不能只有大小没有浓淡你不能只有浓淡就没有虚实没有疏密，它们都不成立。所以要一串花里面全部都用上，它就成立了然后我们把这个枝干连起来画枝干要注意左右的这个枝干线条不要一样多。这个等一下我会专门拿一段来讲这个枝干把它串起来，这一串紫藤就成立了，而且里面讲了很多关系全都是按画理、按对比去进行画出的一个紫藤。所以这些关系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要把它灵活运用举一反三，这样去训练，
我们很快就能掌握这个紫藤花的这些变化、这些造型是怎么来的，我们画的时候该注意什么，心里面一定要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思路你注意的是什么呢？是大小呢，还是浓淡呢，还是疏密呢？你做到了吗？你做到大小，然后它有疏密吗？全部做好了，还有外形还要调整外形的边线，调整了外形边线，还要注意边线和边线左右的对比左边的变化和右边的变化。好，这一串紫藤我们就讲到这，大家可以根据这些关系画出各种各样的这个紫藤的造型，你想多一点，想少一点，颜色想红一点，想紫一点这些都可以。所以大家要学习的是这些知识，画出来的是自己的画面这样我们的收获会非常大。好，这一串紫藤我们就讲到这。